今天晚上我能不走就好了。好嘛，又是匿名信呐！刘茂才，啊，你他妈是克国魔吗你？错了，我是照妖镜，等着你今天现原形呢。刘茂才，举报反腐是我的权利。那好，我不拦你，你把信投进去，然后跟我走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反腐败也是我的权利，你跟我去检察院。我不投了，我不投了，行了吧？那不行，反腐败人人有责，你该投还得投啊。茂才同志，我跟你说，我怎么说？你误会了，茂才。误会？一点都不误会。你这次又在投，被我抓了现行。周主任，我跟你汇报一下啊，我的判断没错，这个方清明啊，我们对他挽救教育一点都不起作用啊，对，他今天晚上又出来活动了，带了一大堆的匿名信往这个邮箱里正在投递，被我给抓住了。错了，周主任。什么？方清明还敢？哎呀，他说这个反腐败是他的权利啊。茂才，你这样啊，你先把方清明给我稳住，我会亲自找他谈，好吧？好，我跟周主任说。别废话，走。王老板，还要不要我给你交代一下政策呀？不用，政府的法规和政策我都懂，我一定会如实交代。那就说吧，从5月13号晚上苏阿福怎么到夜巴黎开始？这个怎么说呢？实事求是的说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们查的是苏阿福，明白吗？吴局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像娱乐城、洗浴中心，都有些小姐做皮肉生意，也不止我们一家。我要是说了，您还不把我的饭碗给砸了？哼，王老板，你以为你不说，我们就不能扫了吗？好，吴局，这事儿是这样的：5月13号，有一个和苏阿福合伙开过地下赌场的长山籍香港老板，到了咱们长山，和苏阿福谈一笔什么买卖。8点半左右，苏阿福给我来电话，说他们那儿的小姐香港老板看不顺眼，让我们洗浴中心给找一位漂亮点的。周主任，站好！你看看，这么多的诬陷信，我给他抓了个人赃俱在。去，这么多的单位部门，还有省委，
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有完没完啊？啊？你是要对我和陈管委诬陷到底吗？不是诬陷，我是有根有据的。那好，你说实事，说，我怎么贪污了？讲。周主任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告你。你不是告我，你是告谁？你对谁还这么生出大恨？啊？是谁我不能说。周主任，向毛主席保证，我不是告你。那好，方清明，你敢不敢把信拆开，咱们当场验证？那不行，我有写信的权利，也有举报的自由，但你没有诬告的权利。苏阿福是几点钟赶到你们洗浴中心的？差几分钟，9点吧。当时大富豪的火还没烧起来。说说当时的情况。苏阿福是不是开着他的奔驰车来的？没开车。他要是开车来，那火烧起来后就不会向我借车了。他是打的来的，顶多是个起步价。又是闹市区，他犯不着开车过来。我记得当时我正陪着他挑小姐，这时候突然手机响了。喂，苏老板，你快回来吧，咱大富豪出事了！什么？算了，茂才，这样，你马上到检察院去报案。你跟叶子金说，就说我让你去的，我们公事公办。周主任，别，我不保密了，我不向您保密了。你们看吧，你们看看我告的是谁？我告的是陈汉杰。我从外地调回来，陈小木一直横行霸道，我怀疑他还有收受贿赂的嫌疑。我这回可是要为民除害了。好啊，方清明，你可真够毒辣的，竟告到老书记头上来了。你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你是老书记的人，老书记有你这样的人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喽。茂才，那个，如果陈汉杰同志真的有纵子行凶受贿，老方同志当然有权利举报了。就是。但是，老方啊，不要诬陷啊！哎，主任，我这怕不是诬陷，没有这事儿总有那事儿啊。哎，周主任，没想到这老书记有这么多事儿。现在有几个干部是好东西啊？不，现在有几个像周主任这样的好干部？好了，老方，哎，你要小心点儿，陈汉杰不好对付啊。我知道，我要使我的问题向人民内部方向转化，所以我要立新功。主任，今儿这事儿你们可得给我保密啊。老方同志说的对，我们要保护举报人嘛。啊，今天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周主任，太谢谢您了，咱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。就这样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电话里说大富豪失火了。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准确的时间？9点20几吧。那时已经烧死100多人了。苏阿福一直在打电话，不断地问现场情况。后来下楼上卫生间、厕所，无意中碰到刘艳玲。这苏阿福更慌了，这时候他才想到要逃。我劝他回去看看，可他不听啊。快10点了，苏阿福打的走了，我记得是一辆富康。王老板，这么重要的情况，你为什么不早向公安机关汇报？我哪敢呢？这不是怕你们扫我的黄吗？再说你们也没有找我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你说我这不算是故意包庇吧？我看差不多。王老板，你就好好造吧。将军、徐政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查岗啊？查什么岗啊？慰问你和同志们。说吧。苏阿福打的逃回家时是10点10分，大火还没灭呢。
我记得苏阿福刚进门，你们公安局来了第一个电话。你再想想，这事儿你逃得了吗？我不逃怎么办？先避避风头再说吧。这装潢工人造成的失火，咱也就是个赔偿问题。我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有些情况你可能不清楚。再说烧死150多人，我的责任可大了去了。那政府如果抓到我，不弄死我才见了鬼了呢。哎，等等，哎，有人要找我，就说我在大富豪陪客人呢。好吧。喂，苏阿福把我的那台桑塔纳开走了，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后来宁娟从省城给我来了个电话，我才知道她去了省城。宁娟这个电话是什么时候打来的？是1个星期以后了。哦，不对，是10天之后。宁娟是苏阿福的什么人呢？哼，这还用问吗？是苏阿福的小蜜呗。走吧，楼上。程毅同志啊，我看你就是摆不正位置呢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向将军和我汇报呢？你想干什么呀？还有没有大局观念？徐政委啊，你也不要批评武局了，他这回是立大功了。将军，徐政委，我这儿还忙着呢，来不及嘛。好，那就先把情况汇报一下吧。将军，徐政委，我们今夜的行动很及时，6个小组同时扑向川口、长山和省城，把所有可能藏匿苏阿福的地方都搜了一遍。尽管没有抓获苏阿福，但把基本事实搞清楚了。苏阿福的确躲过了513大火，目前的藏身之地仍然在资江省境内，甚至很有可能就在长山境内。所以长山的很多干部就要做噩梦了。将军，徐政委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苏阿福一落网，一定会暴露一些受贿渎职的干部。程毅同志，说说具体情况吧。苏阿福是怎么逃脱我们视线的？好，是这样。5月13日晚上，苏阿福跑到夜巴黎洗浴中心为香港的金老板挑小姐，奇迹般的躲过了这场致命的大火。豪华包间里那具被误认为是苏阿福的尸体，其实就是香港金老板的尸体。海关那边也来过电话，证明金老板的确5月13号入境，入境后被苏阿福接到了大富豪，就没在长山市任何一家宾馆登过记。我们对死难者尸体的核查当然查不到那位金老板了。苏阿福是5月13日夜里开着一辆白色桑塔纳赶到省城我家来的。当时的情况把我吓了一跳，我那会儿并不知道大富豪娱乐城着了火，还以为他和老婆吵了架。你这么晚跑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算他们的倒霉透了。你瞧你，是不是又和你老婆吵架了？如果你们不合适的话，我劝你就离呗，老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。你说什么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出他妈大事儿了！大富豪着火了，烧死了150多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逃了。那我不逃，等着被抓呀？啊？娟娟，我得在你这儿住几天。这恐怕不行吧？你再说，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
大富豪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公安局肯定四处查，他们早晚会查到我这儿，肯定不安全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要不咱们主动向公安局自首好不好？或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好不好？我自首还上你这干嘛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可别这么忘恩负义。我是那种人吗？你躲得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。这你不要管。我等风声一过，我特别就出国。我一再的做工作，劝苏阿福向你们自首，可苏阿福就是不听，我又不敢把他长期留在省城。3天后，我就把他送到乡下我姐姐家去躲藏了。宁娟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这么做已经涉嫌窝藏包庇罪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。苏阿福过去很大方，给我买了房子，前后后给我花了不少钱。现在苏阿福落了难，我不管也说不过去呀，所以我就……好，继续说。苏阿福后来是怎么从你姐姐家失踪的？苏阿福在我姐姐家躲了10多天，这期间我和他老婆通了一个电话，知道你们警方搞错了，可能是把香港金老板当作苏阿福了，而且也没对苏阿福发通缉令。于是我就把情况告诉了苏阿福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苏阿福胆子更大了，有一天又开车过来找我，说要我从股票账户上给他取20万，把那辆桑塔纳开回长山还给他老婆，目的是免得你们公安机关起疑。于是我就取了10万现金给苏阿福，可是他嫌少，不太高兴，又把我的富康车开走了。5月29日，苏阿福又来了电话，他告诉我要我一定再给他准备5万，换那台富康车。6月10日，苏阿福把我的富康车开了过来，拿走了那5万。当时的情况把我吓了一跳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别问了，你什么都别问了。你是不是出了车祸？怎么弄成这样啊？有人要杀我。那你就在我姐姐家好好待着好不好？别出来乱跑了。就是在你姐姐家门口，有人想撞死我。从那以后，苏阿福就没了音讯。从那以后，他再没去过你姐姐家？没有。他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是谁想杀他？我怎么问他也不肯说。你估计是谁想杀他？我估计不出来，生意场上他没什么仇人。好吧，今天就先到这儿，你回去吧。好。宁娟提供的情况得到了证实，我们的技术人员去查验了宁娟的富康车，并且到省城富康定点维修厂了解了修车师傅，他的挡风玻璃根本就没有碎，没有可能受到重伤。我估计这里面有蚊帐。因此我们推断，苏阿福有可能是被什么人暗算，出了一场离奇的车祸，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故意制造的车祸假象，为下一步出逃做准备。你们推测很有道理。通缉令已经印好了，今天就准备发下去。好啊，这样一来我们就主动了。武局老孙呢，你们辛苦了，继续努力，一定要活捉苏阿福。是。开门，开门呐！我要交代，我要交代！开门呐！哎，政府喊什么喊？喊什么喊？现在不是提审的时候，等提审吧。不，政府，我马上要交代。麻烦你，请找一下住所的检查室，跟他们说一下，我要见检察院的人，我要把门面房的事说清楚。那不是我一个人干的，那是周主任安排的呀。哎，武局，暗算苏阿福的事你咋不提啊？怎么提啊？哎，老孙，你再亲自查一下啊，把180洗浴中心的王老板好好审审，看看苏阿福活着的事儿，他都跟谁说过啊？好。哎，注意保密。我去政法委做个汇报，也让田书记心里有个数。我明白。汤文林，哎，听说你要主动交代问题。是的。说吧。苏阿福建的那片门面房啊，其实不是疏于管理，
实际上是为了占道而上报的审批手续。苏阿福在上报审批手续的时候，严子清还没有退休，他是主任，我是副主任。周秀丽不但通知了严子清，也告诉了我，要我们给批。苏阿福请周主任和我呢吃了一顿饭，严子清也去了。田书记，苏阿福的情况基本上搞清楚了。好啊，没想到会是灯下黑，这可真是个大教训呐。是啊，我这个主管副局长得向您和政法委做检讨。哎，你就别检讨了。要我说，你老五和公安局这回是立了大功，功不可没，行动果断及时，5天就把这么复杂的情况全搞清了，不容易啊。田书记，有些事情现在还不太清楚。你比如说，什么人要暗杀苏阿福，这些情况我正让老孙抓紧时间查呢。老五啊，那么你估计会是什么人想杀他？我想一定是有把柄攥在苏阿福手上的人，这些人就怕苏阿福落网。所以啊，老五，你也不要太乐观了，是吧？我们毕竟没有抓到苏阿福，你们要防止有人杀人灭口，要防止苏阿福自杀。苏阿福不可能自杀，如果他想自杀，他整什么容？有人想暗杀，哼，这一点我也想到前面了。而且我向同志们下了死命，对苏阿福只能是活捉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致命武器。我们公开通缉，他会不会闻风而逃啊？不会，我们做了层层的布控，而且整容大夫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苏阿福的整容恢复期还没有过去，马上逃往境外的可能性不大。看来抓住苏阿福只是时间问题了。是的，不过田书记，我有些担心啊，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说吧。算了算了，那个也没有什么事实根据，也许是我多疑了。老五啊，是不是和江正流在工作中闹得不愉快啊？是的，我很担心办案的环境。这我可就不能不批评你，你都胡说些什么？什么叫垂死挣扎？工作中同志们有点意见不是很正常吗？别四处发牢骚，就这一点啊，你应该好好跟子京同志学习。汤文林，哎，你说的情况很重要，一定要实事求是。是，一定实事求是，一定实事求是。我以前啊，上了周秀丽的当了，没有实事求是。我现在梦醒了，就得实事求是，是吧？这错该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。我呢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不夸大，我再也不替谁遮掩了。汤文林，哎，你是怎么上了周秀丽的当的？5.13那天，消防车去救火，被堵进不去了。周秀丽听到以后，她很害怕，她让我把那个占道批准手续全部销毁，跟我定了一个疏于监管的口径，说是疏于监管，不是大问题，最多是官僚作风。要是办手续批了，那可是弥天大罪。我没想到你们会办我个渎职罪。您说的对，田书记，我老五坏就坏在这张臭嘴上了。哼，你知道就好。现在案子办到了关键时刻，你们公安局的几个领导一定要搞好团结，啊，和检察院也要协调好，别整天斗得跟白眼鸡似的。哦，对了，田书记，我觉得这个检察院是有所准备，就像那个城管委的那个周秀丽，我估计她的问题可小不了。老五啊，就凭你的估计，检察院就能立案了？你是不是也太天真了？你不是不知道，为查周秀丽的案子，叶子京和检察院已经被搞得很被动了。田书
书记，那是以前，现在情况不同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呀，好好的给我抓苏阿福。检察院，你少操心。叶姐，汤文林突破了。苏阿福为那片违章门面房的事，确实请汤文林和周秀丽吃过饭，还送了5000块钱的红包。据汤文林交代，参加吃饭拿钱的还有已经退休的前主任严子清。周秀丽拿没拿钱他不知道，可周秀丽为门面房的事几次亲自出面打过招呼，他还打过几次催办电话。这就说明方清明当初的举报是有根据的。是的，据汤文林交代，这种催办电话他接过，严子清也接过，所以他们就根据有关的规定收了苏阿福2万块钱的占道费，批准他盖了那片违章的门面房。那下一步该轮到严子清和方清明了。孙支队，你们怎么又找我呀？没完没了了。王老板，你的意思是想在我们这儿住下去，是不是？别，我还是随传随到。坐吧。哎，王老板，我们还得再提一提你那些有趣的事情。孙支队，您提示。苏阿福还活着的事情，你都跟谁说过？我没跟谁说过。哦，这么说就你一个人知道，也就是说是你想把苏阿福杀人灭口？不，别，让我好好想想。请跟我们走吧。田书记，那个王省长在常山当市长的时候，批办过一个案子，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？哦，对了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调到常山市当政法委书记，估计您不知道。王省长批办过这案子，你想说什么呀？王省长在常山市当市长气魄很大呀。98年的冬天，2个流窜犯轮奸了一个矿工媳妇儿，被乱棍打死。这个案子汇报到王省长那儿，王省长就说了，这2个罪犯死了活该，别再找什么凶手了。结果呢，这案子2个流窜犯就变成了畏罪自杀。啊？有这事儿？王省长批办的？不是，当时管刑侦的是江局，江局亲手经办。不过我们局里很多同志都知道，所以田书记，我真怕哪个领导再下个什么指示，让苏阿福也畏罪自杀。我说老五啊，你怀疑到王省长头上去了？不敢，我这只是职业习惯嘛。我看你这是职业病，要传到王省长那儿，那还得了啊？找死啊！我哪敢找死啊？走了，回来，管好你的臭嘴，少说话，多干活。放心，田书记，从此以后我老五的嘴贴封条了。老严啊，今天我们请你来干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说吧，你是怎么批准苏阿福盖那片门面房的？是谁批准你这么干的？我说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啊？那片门面房谁敢批啊？你们说谁敢批啊？哎呀，对，那苏阿福是违章乱建嘛？这个我清楚，汤文林他也清楚嘛。你们问汤文林嘛。严子清，汤文林说法跟你不一样，你们到底谁在说谎？汤文林怎么说？他不就是疏于监管吗？我也写了检讨嘛。这个，严子清，
你不要再演戏了，你现在坦白交代可还来得及。啊？坦白？我坦白什么？啊？这5.13发生大火的时候，我已经退休了嘛。哼，发现苏阿福盖了那片门面房，我和汤文林都说了嘛，要严厉查处，该拆就拆。这周主任也知道啊。苏阿福的事，我跟3个人说过，一个是新世界地产公司的熊老板，一个是大华国际贸易公司的白总，还有一个是土地局的副局长。我是和他们喝酒聊天时随便说的。国土局的这位副局长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姓张，叫张子民。这个张子民跟苏阿福关系挺好。当年苏阿福搞富豪小区工程时，这个张子民帮了不少忙。这次苏阿福在医院抢救，张子民听了以后啊，说一定要去看看。我跟他说看个球啊！苏阿福根本就没在医院抢救，早他妈跑了。张子民听了以后挺吃惊。这个张子民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问苏阿福的下落？倒是问过我省城他那个情人的地址。就是宁娟在省城的地址，是不是？对，宁娟在省城的地址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给了他一个手机电话号码。那熊老板和白总对苏阿福的下落是不是也很感兴趣啊？哎呦，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。打那以后啊，我再也没有碰见过这仨人。胡说！汤文林，他这是胡说！周主任怎么会替苏阿福打这种招呼呢？这是子虚乌有嘛！你们过去找我，我反复就说过呀。不错，周主任他是打过电话，可周主任说，不准，这苏阿福违章乱建吗？再三的要求我们，这要加强监管嘛。你和周秀丽有没有参加过苏阿福的宴请？就在聚福楼。你和汤文林有没有收过苏阿福5000元的好处费呢？这更是胡说八道了。吴处长，你们办案子也要有头脑啊！你们想想，这汤文林过去为什么不说，直到现在才说呢？他是要推卸自己的渎职责任呢。他汤文林是严重的渎职责任呢。退休交班时，我还向汤文林反复说过，苏阿福这片门面房盖起来以后，该拆还得拆，他不听啊！他看中了违章罚款呢，还借口说这片门面房啊，还解决了这下岗职工的这就业问题呢。严子清，我看你今天是不想走了啊？什么？你们有什么理由来拘留我？因为你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。哼，有胆量，你们把周主任也拘起来，听听他怎么说。拘捕周秀丽还需要胆量？我告诉你，只要周秀丽事实证明涉嫌渎职，我马上立案侦查。严子清，你听着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希望你走坦白自首的道路。哼，那好，你们把周主任也拘起来，啊，我们面对面的说。严子清，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方清明对这事儿早有举报。什么？方清明，你们也相信？哼，我说，你们先打听清楚了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你好好回忆一下，有没有什么人打电话找过苏阿福？好像是有这么2个人打电话找过苏阿福，都是常山人。2个常山人找苏阿福干什么呀？他们的姓名和长相还能不能回忆起来？一个以前找苏阿福讨过账，说苏阿福欠了他什么款，另一个是谈土地证手续什么的。这2个电话我都回了，我也不知道苏阿福在哪儿，人不是烧死了吗？
那个谈土地手续的人是不是姓张，叫张子民？对对对，是姓张，好像是个什么副局长，知道苏阿福没死。那么那个找苏阿福讨账的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也知道苏阿福还活着吗？哦，这倒不是，当时我就感到他要敲诈我，让我替苏阿福还账。那这2个电话你有没有告诉过苏阿福？我记不清楚了，我好像和他讲过，他好像没在意。那么苏阿福会不会主动给这个人打电话呢？啊，这我就更不清楚了。即便他回了电话，苏阿福也不会告诉我呀。几点？那个是吗？啊，这不来了吗？哎，老方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还得谈谈呀。你们找我谈什么呀？了解一些情况嘛。走吧，到我们检察院去谈。我没时间。那去你家谈？好吧，好吧。怎么又突然向我了解周秀丽的情况啊？啊，有线索就要调查嘛。老方，怎么样？说说吧。那就是说我没有诬陷周秀丽，对不对？老方，现在有线索表明，周秀丽为了那片门面房，向钟楼区前管委会主任严子清和现任的主任汤温林都打过招呼。也就是说，你举报的那个打招呼的电话是有可能存在的。能不能把这事儿再实事求是地说一说？周秀丽收没收苏阿福的钱？就算周秀丽没有收苏阿福的钱，那么这个情况也是很严重的。老方，你不要怕嘛，啊？我怕什么呀？我要是怕的话，我也不会第一个写信向你们举报。好，是的，是的。当时呢，我们情况没有调查清楚，态度有些生硬，还请你谅解。吴处长，这不是谅解不谅解的事儿。你们让我很伤心。我反腐倡廉的壮举怎么成了诬陷呢？哎，老方，你来看看这煤气灶怎么回事啊？你没看见正忙着呢吗？我一再和你们说呀，反腐倡廉关系到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。道理讲的不能说不深刻吧？可你们听不进去呀，反而差点办了我的诬陷罪。哎，老方啊，这咱得把话说清楚啊！你当时举报周秀丽受贿4万，情况确实不实。你是主观猜测嘛？我们也不能凭着主观猜测去办案呀。我说那2条烟里头有4万块钱是合理的猜测，你们说没有，不也是推测吗？我说老方啊，你晚上吃不吃饭了？叫什么？煤气灶漏气。反腐比吃饭重要。坐会儿。来了。老方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冲动，更别糊涂。这小点声。我跟你说啊，要是周秀丽真被弄进去，或者是撤了职，你的麻烦也小不了，知道吗？对，刘茂才那王八蛋一直虎视眈眈的。哎呀，就算周秀丽真被撤了职，也得先办你这个腐败分子，不是？所以呀，再说了，周秀丽是什么人呢？她跟叶子京是什么关系啊？啊？对对对，我也别找不自在。这就对了。哎，你看着弄俩菜吧啊！啊，我留同志们在这儿吃。好嘞。吴局，啊，马上行动，拘传张子民。哎呀，吴局，张子民现在不在常山，他到省城开房交会去了。派几个得力可靠的同志，把他从房交会上给我提来。吴局啊，动静是不是大了点儿？万一走漏风声，让江正流知道了，那这个房交会还要开几天？也就是4、5天。那就再等等吧。哎，派人给我盯紧了。明白，我走了啊。吴处长，说实话吧，我这个人啊，世界观没有改造好，私心太重。我对周秀丽的一言堂领导作风很看不惯，对自己末位淘汰了心怀不满，所以就乱告一气。哎，老方，你咋又变卦了？我没变卦呀，我变什么卦呀？我仍然认为啊，周秀丽一言堂的领导作风实在是要不得。
把我末位淘汰，那是刘茂才他们做了手脚。市委如果把周秀丽给撤了，我举双手赞成。老方啊，那你就实话实说嘛。我说的就是实话啊。其实啊，我一直就想说实话，可不知怎么就犯糊涂，这就给你们啊造成了误会。这回头再一想想，我也后悔，我不能一错再错啊，对吧？上次你们跟叶检察长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，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诬陷罪。所以，我对周秀丽同志意见再大，我也不敢捕风捉影、胡说八道了。这得承担法律责任啊。